诸位啊，咱们今天坐下来交交心。我跟大家讲，你们在生活里肯定都见过这样一种特别扎心的现象。你去看看身边，或者看看那些豪门大户里头，往往笑到最后，拿到最多家产的女人，根本不是那个长得最漂亮的，也不是那个学历最高、最精明强干的，相反，常常是那个看起来相貌平平，甚至出身底层的老实人。现在的人啊都不懂，一看到这种事就在某社交平台上疯狂吐槽，说凭什么啊他长得不如我，学历不如我，凭什么好命都被他占了？诸位记住了啊，如果你天天在心里这么抱怨，那你这辈子都很难发大财。为什么？因为你只看到了表象，根本没看懂命运的底层逻辑。命运就像是一条大河，你改变不了河流的走向，但是你能改变你在这条河里的位置啊，对不对？咱们今天就不点名了，为了避嫌，咱们全程用代号。就拿最近这10几年在港圈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出豪门大戏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能载入史册的改命案例。连咱们熟知的某位天王嫂看到这位女主角的手段，估计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前辈。你看啊，故事的男主角，咱们叫他千亿风流大佬。这位大佬是1951年生人，手里捏着某老字号千亿集团。年轻的时候，那可是港圈出了名的女神收割机，什么倾国倾城的某绝色港姐啦，什么冷艳高贵的某影后啦，还有什么拿了高学历的某海归女博士啦，通通都在她的后宫团里争得头破血流。而咱们的女主角呢，咱们就叫她小玉妓。1976年出生，从小在贫民窟长大，一家人挤在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只有个初中学历，毕业了没书读，跑到某八卦小报社去当了一个跑腿的娱乐记者。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拿着相机，没日没夜地蹲在马路牙子上去抓拍那些大明星的绯闻。诸位，你们把这2个人放在一起看，一个是站在金字塔尖，身边美女如云的千亿大富豪，另一个是出身贫民窟，相貌平平，学历底层的抓拍小妹。一开始谁要是说这2个人能画上等号，别人肯定觉得他疯了。可是结果呢，最后偏偏就是这个毫无背景的小玉妓，硬生生打败了所有光芒万丈的大明星，赶走了那位嚣张跋扈的海归女博士，杀出重围，成了这位风流大佬名正言顺的第2任太太。巅峰时期，大佬把手里的商业帝国股份大把大把的转给他，让他身价一度暴涨到几百个亿，直接成了当地的女首富。很多人一听直拍大腿，哎呀，这女人简直是走了狗屎运了。我跟大家讲，你如果把这一切归结为运气，那你可就太糊涂了。老天爷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世界上根本没有无缘无故的利息。易经里早就讲过了，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这小玉妓的利息在咱们易经里叫什么？这就叫坤卦的最高境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天地之间，阳是天，阴是地，阳是高，阴是低。水为什么能汇聚成汪洋大海？因为水永远往最低处流。大海为什么能容纳百川？因为它把自己放得最低。你看那些绝色大明星、高学历女博士，一个个心高气傲，仗着自己漂亮聪明，天天跟富豪要名分要地位，稍有不顺心就闹脾气。这叫什么？这叫亢龙有悔，阳气太盛，锋芒毕露，最后必然要遭到反噬。而这位小玉妓呢，
他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他深知自己没有倾国倾城的容貌，也没有显赫的家世，所以他选择了最聪明的一条路，不争之争。老子《道德经》里也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后面10几年的岁月里，无论大佬身边有多少花红柳绿，无论正牌女友怎么在明里暗里使绊子，登报纸骂他，他永远是那副低眉顺眼、伏低做小的样子。他用无与伦比的耐心和忍辱负重，一点一点地侵入大佬的生活，像水一样渗透进豪门的每一个角落。诸位啊，你们以为富豪都是傻子吗？他们身家千亿，见过的狐狸精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他们到了晚年，最怕的根本不是女人不漂亮，他们最怕的是失控，最需要的是绝对的安全感和服从性。而小艺妓恰恰就提供了这种极致的情绪价值。这哪里是运气？这分明是对人性和阴阳规律的极致拿捏啊！不过你要是以为他这副低姿态就真的是个小白兔，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一个人要想逆天改命，光会低头是不行的，骨子里必须得有一股常人没有的狠劲儿。我跟大家讲，一个人想要从底层泥潭里爬出来，想要逆天改命，光会低头是绝对不行的。你的骨子里必须得有一股常人没有的狠劲儿，这股狠劲儿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你看啊，在命理学里有一种命局格局叫做七杀配偏印。这七杀代表什么？代表的是破坏力，是胆识，是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的决断力。老天爷发牌从来不看你的出身，但老天爷也绝对不会把大好机缘赏给一个胆小怕事的懦夫。咱们这位小艺妓在还没遇到那位千亿风流大佬之前，在狗仔圈里早就已经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了。我不妨给大伙还原几个他当年跑新闻的真实案例，你们听完就明白这女人到底有多可怕。那是1999年，港圈爆出了一单轰动全城的三角恋大八卦。当时的男主角是凭借一系列黑帮古惑仔电影爆红的某一线男星。这位男星啊，本来有个相恋了7年的正牌老牌女星女友，结果却传出跟当时正当红的某玉女掌门暗度陈仓。一时间，整个娱乐圈的狗仔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全都出动了。所有人都想拍到这两人幽会的实锤，但那可是大明星啊，防范极严，哪有那么好拍？别的狗仔蹲了2天嫌累撤了，但咱们这位小艺妓呢，他硬是没日没夜的死守在那位男星的家门口，风吹日晒，饿了啃干面包，困了就在马路牙子上眯一会儿。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抓拍到了那位玉女掌门在男星家里庆生的独家画面。随后一篇极具爆点的三角恋揭秘文章在他供职的某八卦小报上横空出世，瞬间引爆全网舆论。男星成了负心汉，玉女掌门背上的骂名。而始作俑者这位小艺妓，凭借极其可怕的毅力一战成名，在狗仔界站稳了脚跟。但这还不是最狠的，让整个圈子真正见识到他胆色的是第二件事。2000年，当地一位声名显赫的超级富二代跟当时的女友宣布分手，全城的媒体又轰动了，各路记者围追堵截。当时那位刚被甩的前女友独自坐在车里，伤心欲绝，默默流泪。
为了保留最后一点尊严，不让记者拍到自己哭泣失态的丑样，他刻意把长头发披散下来，死死遮住自己的脸。别的记者围在车窗外，最多也就拍拍车窗，按按快门，无可奈何。但这个时候，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这位小艺妓直接从人群里挤进去，竟然大胆地将手伸进了半开的车窗内，一把撩开了那位前女友用来遮羞的头发。咔嚓，闪光灯亮起，一张清清楚楚、带着满脸泪痕的尸态痛哭照就这样诞生了。诸位啊，你们摸着良心想想，这手段绝不绝，狠不狠？为了拿到独家新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会不会伤害别人的自尊，牺牲别人的体面，成全了他自己的业绩。在损人利己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件事上，他做到了极致。但如果你以为他只会耍横，只会用强，那你就又把他看扁了。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根据不同的人随时切换自己的面孔，拥有极高的情绪智商。大家都知道，有一位拍电影出神入化，被称为喜剧之王的顶级巨星，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他平时最讨厌接受采访，面对媒体经常是黑着一张脸，一言不发。很多老资历的记者在他面前都碰一鼻子灰。可是咱们这位小艺妓却是个破例，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总能和这位喜剧之王搭上话，甚至能把他逗得哈哈大笑。有一次在公开采访的场合，这位一向冷酷的喜剧之王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笑眯眯地伸出手去捏了捏这位小艺妓的脸。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有着极强的洞察力，他能敏锐地察觉到大佬们的心思，知道什么时候该狠，什么时候该柔。面对弱者，他能痛下杀手；面对强者，他又能提供绝佳的情绪价值，把对方哄得服服帖帖。你看看，有这等超乎常人的毅力，有敢当街掀人头发的胆识，还有能把脾气最臭的巨星哄开心的手腕，这样的人，老天爷怎么可能把他一直按在社会最底层？所以啊，诸位要明白，《易经》里讲穷则变，变则通。很多普通人天天抱怨自己命不好，没机会。可是当机会真的降临时，你有那个胆子冲上去一把抓住吗？你为了改变命运，有那种可以豁出一切的执行力吗？就在他把这些手段玩得炉火纯青的时候，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了。2001年，一次偶然的采访任务，让他撞见了一生中最大的猎物，也就是咱们上文提到的那位千亿风流大佬。而这一次相遇，他仅仅用了一句极其大白话的玩笑，就让见惯了绝世美女的千亿大佬当场愣在原地，从此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一个底层记者又是如何跨越巨大的阶级鸿沟，成功打入千亿商业帝国内部的？前面咱们说了，这位小艺妓是个有狠劲儿、有手腕的人，但如果他只是在底层摸爬滚打，这辈子充其量也就是个厉害的狗仔队长。真正让他命运齿轮发生核爆级大逆转的，是2001年的一场相遇。那一年，小艺妓被指派去采访咱们这位千亿风流大佬。当时现场围着一堆记者，长枪短炮挤成一团。小艺妓个子小，为了抢到好镜头，拼命往前挤，结果手里拿着的麦克风一下子杵得太靠前，险些就直接戳到了这位大佬的脸上。各位要知道，这位大佬是什么脾气？那是说一不二的商界皇帝啊！平时身边的人谁不是战战兢兢的？他眉头一皱，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
正准备发飙骂人，就在这个千钧一发，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声的节骨眼上，你猜这小艺妓干了件什么事？他一点没慌，反而扑闪着眼睛，脱口而出丢了一句极其接地气的大白话。他笑着说：怎么啦？你是怕我离得太近，拍到你额头上的那颗大痣吗？诸位，我跟大家讲，就这么一句轻飘飘、半开玩笑的调侃，让这位千亿大佬当场愣住了。他那满腔的怒火瞬间就哑火了，不仅没发脾气，反而多看了眼前这个小个子女记者好几眼，心里顿时觉得，哎呦，这小丫头片子有点意思啊。为什么？大家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一句大白话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今天我就用易经的道理给大家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在咱们易经里头啊，讲究4个字：阴阳互根，乾坤互补。你看这位千亿大佬，他是妥妥的乾卦，代表着天，代表着极致的阳刚、财富、权力和高高在上。几十年下来，他身边围绕着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要么是那种美若天仙、光芒万丈的绝色大明星，这种女人是离火，漂亮是漂亮，但火性太旺，会灼伤人，而且人家也是要名要利，要跟你索取资源的，要么就是对他唯唯诺诺，一句话不敢说错的下属。这种人虽然听话，但毫无生机，像木头一样无趣。大佬这辈子听惯了奉承的话，看惯了贪婪的脸，也见惯了女人为了争宠斗得你死我活，高处不胜寒啊，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人其实已经把他神化了，没人敢把他当个正常的老头来看待。而小艺妓呢，他一出场，带走的是极其纯正的坤土之气。土是什么？土是踏实，是接地气，是包容。他没有把大佬当成高不可攀的神，而是用一种近乎平视，甚至带点市井幽默的方式在跟他交流。那一句玩笑话直接打破了大佬周围冰冷的气场结界，让他久违地感受到了一种人间的烟火气和轻松感。这就叫降维拿捏，这就叫对症下药。你天天吃山珍海味，总有一天会腻得反胃。这时候突然有人给你端来一碗热气腾腾、清清白白的大米粥，你就会觉得这是人间绝味。有了这次奇妙的接触，大佬对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来二去，几次采访下来，2个人就算混熟了。到了2002年，震惊外界的一步棋落子，小艺妓直接辞去了报社的差事，摇身一变被大佬弄进了自己的那家1000亿某老字号企业里，成了大佬的私人助理，工资呢是打着滚地往上翻，直接涨了4倍。诸位，一个小报记者凭什么能给身价1000亿的资本大鳄当私人助理？当时外界都炸锅了，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但小艺妓根本不在乎，他太清楚自己的定位了。很多人到现在还想不通，顶级富豪见惯了倾国倾城的美女，最后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么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留在身边？我跟大家讲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记住了啊！当一个男人，尤其是那种手握重权、拥有无尽财富的男人，走到人生的下半场，走到太阳落山、日落西山的阶段时，他最恐惧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又是什么？他绝不再需要什么美貌带来的刺激，他最缺的是2样东西。第一叫极致的安全感，第二叫绝对的服从性。这就好比一棵大树，秋天到了，树叶都要掉光了。大树最需要的是根部的安稳，而不是树梢上开出多好看的花。大佬后来在很多年后的采访里亲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认识他10几年，他从来不主动问我要钱，
也不问我要礼物，他不贪钱，单纯，心地善良，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和我的儿女。你们听听，这就是顶级富豪选女人的最终标准。大佬身边以前那些漂亮女人，个个变着法地从他身上捞钱、捞豪宅，拿到手了，连句感谢都没有。这种充满算计的煞气，大佬能感觉不到吗？唯独咱们这位小艺妓，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不管大佬给他多少，他都接着大佬不给，他绝对不开口要，永远本本分分地做好助理和保姆的角色。这种不争，其实就是天下最厉害的争。易经讲大象无形，他把自己化作了空气，让大佬一天都离不开他。这绝不只是手段，这已经是极高的心性修为了。可是啊，诸位，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小艺妓想低调，但在大佬的身边，可是早就已经站着一位正牌的女友了。那是谁？那是一位趾高气扬的海归女博士，甚至还给大佬生了孩子，常年以正宫娘娘自居。眼看着小艺妓这个助理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这位女博士能咽下这口气吗？一场没有硝烟的豪门后宫大绞杀就这样拉开了帷幕。面对正宫极其恶毒的公开羞辱，小艺妓居然闭嘴装傻了整整8年。他这一招以退为进，到底藏着怎样致命的杀机？又是如何把那位自诩聪明绝顶的女博士一招爆头的？我跟大家讲，但凡是豪门，那就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学历、美貌往往是最不值钱的筹码，真正能要人命的是心性。你看啊，当时这位小艺妓虽然成了大佬的贴身助理，天天跟进跟出，但在明面上，大佬身边可是有位正儿八经的正宫娘娘的，咱们就叫她海归女博士吧。这位女博士可了不得，顶着海外名校的光环，不仅给大佬生了孩子，还以大股东的姿态坐在大佬那家某家族集团的董事局里，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在公开场合，他向来是以老板娘自居的。大家琢磨琢磨，一个自视甚高、满肚子洋墨水的女博士，看着一个初中毕业、以前在马路边上蹲点偷拍的小记者，天天在自己老公面前晃悠，而且地位越来越稳，这换了谁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呢，一场极其残酷的后宫绞杀就开始了。2008年，小艺妓也给大佬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一下，女博士彻底坐不住了，她乱了阵脚，出了一招极其自负，但也极其愚蠢的昏招。她干了什么呢？她居然直接跑去联系媒体，公开发布了一封信，信里头阴阳怪气地写道：身为我们的助理，这位小姐的进取心我们有目共睹，但在不知道谁是孩子父亲的情况下，我和我老公会提供协助，希望大家不要捕风捉影。诸位啊，你们听听这话，字字句句都在宣示自己的主权，同时狠狠地给小艺妓泼了一盆绝世脏水。那意思就是这女人私生活不检点，生了个来路不明的野种，想赖到我们家头上。很多吃瓜群众一看，哎呦，这女博士厉害呀，这一巴掌打得真响亮。可是我跟大家讲，稍微懂点易经、懂点人性的人，看到这封信就只能摇头叹息了。这女博士算是彻底把自己的路给走绝了。为什么？咱们用易经的卦象来分析分析。女博士这一招犯了风水命理中的大忌，亢龙有悔。你们要明白，大佬是个什么样的人？千亿富豪啊，极其好面子，
极其讲究权威。咱们前面说了，大佬是纯正的乾卦，乾卦最怕什么？最怕被别人伤了尊严。女博士在全天下人面前公开质疑自己老公身边的女人，孩子生父不详，这不等于是昭告天下，我老公可能被戴了绿帽子吗？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你把这种裤裆里的事儿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嚷嚷，让一个千亿富豪颜面扫地，这简直就是触碰了大佬的逆鳞。你在挑战他的权威，你越界了。那咱们再回头看看小鱼姬，面对这种奇耻大辱，她是怎么做的？如果是普通的女人，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早就一蹦三尺高，跑去跟大佬一哭二闹三上吊，甚至跑到媒体上对骂去了，对不对？但是小鱼姬没有，她表现出了极其可怕的定力。她选择了一个字：忍，不回应，不争辩，不诉苦。她依然像个透明人一样，每天默默地照顾大佬，甚至和大佬的母亲那位老太太相处得极其融洽，把老太太哄得心花怒放。诸位记住了啊，这就是易经里最厉害的一卦，地三谦。山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但他却把自己隐藏在平地之下，这就是极致的谦卑。老子也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你想彻底打败一个人，你不要去跟他硬碰硬，你退让，你甚至顺着他，让他疯狂膨胀，让他自己走向灭亡。小玉姬的这种静，反而衬托出了女博士的狂；小玉姬的弱，彻底反衬出了女博士的恶。这种强烈的对比，在大佬心里引发了核爆般的反应。大佬彻底怒了，他当着大批媒体的面，公开把那位高高在上的女博士骂了个狗血淋头。大佬放了狠话，有钱生养，造成的伤害就算道歉100次也无法弥补。随后大佬毫不留情地开始切断女博士的经济来源，把她一步步踢出了核心圈子。你看啊，这就叫山地波。女博士原本稳固如山的基础，就因为她的傲慢、嫉妒和口无遮拦，被一层一层的剥落得干干净净。这一切，小玉姬费了一兵一卒吗？没有，她只是守住了自己的坤道，像一团棉花一样，把女博士这把刚硬的刀给化解于无形，然后借力打力，借着大佬的手，把正宫彻底给清出局了。这一忍就是整整8年。这8年里，他依然是那个连名分都没有的助理，直到命运的第2个转折点狠狠地砸在了大佬的头上。大佬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需要换肾才能保住命。在这个生死的关口，那个曾经不可一世、不可侵犯的商业帝王，变成了一个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的老头。而小玉姬等了10几年的绝佳机会，终于等到了。在生死面前，大佬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彻底把小玉姬推向了700亿身价的女首富宝座，换肾续命，分家产，挣100亿商场，全家亲戚尚未掌控帝国。看似是草根女孩终于大获全胜，但这到底叫逆天改命成功，还是另一场深渊的开始？诸位啊，咱们故事讲到这里，算是到了最高潮的地方了。前面咱们说，那位高学历的正宫娘娘，因为一招愚蠢的逼宫，被咱们的小玉姬用极其深厚的定力，借大佬的手给清理出局了。但这还只是扫清了障碍，要想真正坐上千亿帝国的正座，还得过生死这一关。时间到了2016年前后，
那位不可一世的千亿风流大佬，到底还是没躲过生老病死的铁律。因为早年间的重情深色和高强度的工作，大佬的身体彻底垮了，甚至到了必须要换肾才能续命的地步。我跟大家讲，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权势，多少座金山，当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连翻个身都要靠别人的时候，他的心性是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在这个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谁陪在床前，谁端屎端尿，谁不离不弃，不是那些曾经花枝招展的绝色大明星，也不是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女博士，只有小玉姬。小玉姬依然是那副柔顺的样子，没日没夜地守在病床前，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个垂暮的老人。而且据说在寻找合适肾源的过程中，小玉姬也是忙前忙后，甚至有传闻说还动用了自己娘家的关系。这一通生死考验下来，大佬的心彻底被融化了，也被死死地绑住了。大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不是钱，而是绝对忠诚且不求回报的陪伴。2016年底，就在换肾手术保住性命之后没多久，大佬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商界地震的决定，正式迎娶小玉姬过门。诸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个出身贫民窟，只有初中学历，曾经蹲在街角抓拍的狗仔小妹，隐忍了10几年，终于堂堂正正的成了这千亿帝国合法的女主人。紧接着，那可就是眼花缭乱的大风群臣了。为了感谢小玉姬，也为了给自己那个曾经的正牌长子一点制衡，大佬开始疯狂地给小玉姬转让资产。首先，大佬把自己名下那家核心老字号企业1半以上的股份全部赠予了小玉姬名下的3个儿女，由于未成年，全部由小玉姬代持。接着，大佬把当地极其繁华、价值高达上百亿的一座超级大商场，也直接划到了小玉姬的名下。到了2020年，甚至连大佬的大儿子都把手里剩下的那些股份通通转给了小玉姬的子女，再加上各种豪宅、物业、大额债券，七七八八加起来，各位猜猜小玉姬当时的身价暴涨到了多少？足足近700个亿啊！她一夜之间直接飙升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女首富。很多人看到这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纷纷惊叹：哇，这女人太牛了！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逆天改命啊，赢麻了呀！但是诸位我跟大家讲，千万别高兴得太早。易经里有一句话极其深刻，叫做日中则月，月盈则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必定要开始西斜；月亮圆到最满的时候，必定要开始残缺。万事万物一旦走到了最顶点，没有任何上升空间的时候，往往就是阴暗面开始滋生，祸患开始埋伏的时候。你以为他登上首富宝座就是大结局了？错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你看小玉姬是怎么做的？当他拿到这海量的财富和权力之后，那个曾经不争不抢的面具终于慢慢的放了下来。为了彻底掌控这艘商业巨轮，小玉姬开始全面布局。他把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甚至娘家的7大姑8大姨，全盘安插进了这家核心企业的高层里。但凡是油水丰厚、大权在握的关键岗位，全换成了自家的嫡系部队。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原本姓刘的千亿企业几乎要改名叫姓甘。很多人觉得这不很正常吗？
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诸位要知道，小玉记是个什么出身？娱乐记者啊，初中学历啊，他有系统的商业管理知识吗？他懂复杂的资本运作吗？他带来的那些亲戚，又有几个是真懂做生意的？在命理学中，这叫什么？这就叫财多身弱，或者叫德不配位。你命局里的能量如果不够强大，根本就承载不了那么巨大的财富。老天爷给你一座金山，你如果没有那个智慧和格局去驾驭它，这座金山随时会塌下来把你给压死。而与此同时，那位看似老糊涂任由娇妻摆布的千亿大佬，真的就那么毫无防备吗？在这个惊天大局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极其残忍的商业真相和人性算计。当小玉记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的时候，一纸被修改的遗嘱和一份惨不忍睹的财务报表突然砸了下来，把他彻底打回了原形。一年狂亏20个亿，千亿帝国惊现空壳，算计了一辈子的豪门大戏，到头来难道真是一场黄粱美梦？小玉记熬了10几年，终于上位成了女首富，还把娘家7大姑8大姨全弄进了这家老字号企业里当高管，看起来是不是威风八面，彻底赢麻了？可是啊，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易经里早就讲透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先不及矣。我跟大家讲，钱这个东西在命理学里，它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能量。你的心胸，你的智慧，你的格局，就是一个容器。如果你的容器只有水杯那么大，老天爷非要给你倒进一整片汪洋大海，结果会怎么样？水杯不仅接不住，还会瞬间被巨大的水压给碾得粉碎。小玉记一般搞八卦新闻出身的人，懂什么资本运作，懂什么宏观经济，结果就是他接手没几年，这家曾经辉煌无比的企业业绩开始断崖式下跌。到了前段时间公布财报，大家一看全傻眼了，这家老字号企业一年之间竟然巨亏了整整20多个亿。诸位，一年亏掉20多个小目标啊，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座千亿商业帝国在他的手里正在急速漏水。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财多身弱，命里担不住这泼天的富贵呀。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那位精明了一辈子的千亿老富豪，难道眼睁睁看着自己打下的江山被老婆家亲戚这么败光吗？他是不是老糊涂了？我跟大家讲，你如果觉得那个人在商海里呼风唤雨几十年的大佬会老糊涂，那你就太天真了。大佬的算盘打得比任何人都精。就在外界以为小玉记已经彻底掌控全局的时候，真相终于慢慢浮出了水面。他拼死拼活争来的这个所谓的千亿帝国，其实早就被大佬抽干了血液，变成了一个空壳。原来大佬早在2009年开始就开始用各种极其隐蔽的资本手段，疯狂变卖公司的核心资产进行套现。公司里值钱的好项目越来越少，而换来的真金白银全部稳稳地落进了大佬自己的私人腰包里。他表面上把公司大权交给了小玉记，其实就是在给他画一张大饼。他在测试他，也在防备他。紧接着更致命的打击来了。今年已经70多岁高龄的老富豪突然传出消息，遗嘱又要大修改了。内容是什么呢？据很多媒体挖出来的消息，老富豪把那最核心最值钱的80%的隐秘财产和现金全都留给了他跟第一任原配妻子生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而留给小玉记以及那个被赶走的海归女博士的子女的只有区区
20%。诸位啊，你看这招回马枪杀得有多狠！小鱼际忍辱负重几十年，天天端屎端尿，到头来最大的蛋糕却被大佬的原配长子给端走了。甚至有传言说，这招叫一招打回原形，费尽心思当上豪门太太，难道真的是一场空？大佬为什么要这么做？2个字：人性。大佬跟小鱼际之间，那可是足足相差了28岁啊！老富豪心里明镜似的，万一我哪天2腿一蹬走了，这小娇妻才40多岁，风华正茂，手里攥着几百上千亿的现金，她要带着我的钱，我的孩子去改嫁怎么办？这等于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给别的男人打了工啊！这是任何一个有权势的男人都绝对无法忍受的死穴。所以大佬表面上宠她捧她，其实防线筑得比铁桶还严。讲到这儿，诸位可能觉得这小鱼际是不是太惨了？算计了一辈子，最后是个空壳。其实不然，诸位啊，命运的账不是这么算的。虽然他没有拿到全部的帝国，虽然公司巨亏，但你别忘了，那剩下的20%的遗产，加上大佬早年送给他的上百亿商场和各种豪宅物业，对普通人来说，依然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天文数字。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在贫民窟里啃干面包，月薪几千块的抓拍小妹了。他确确实实完成了极其恐怖的阶级跨越，活成了别人眼里的传奇。只不过他认清了豪门的冰冷真相，从来没有什么毫无保留的爱，只有极其精准的利益算计和制衡。这场几十年的豪门恩怨，到这里算是画上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句号。咱们看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最重要的是要从这些因果循环里学到能改变我们普通人命运的智慧。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没有豪门可以嫁，没有千亿可以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的命盘往上抬一抬？怎么才能让家里的风水越来越好，留住财气？诸位啊，这出跌宕起伏几十年的豪门大戏，咱们算是从头到尾给彻底扒明白了。你看，无论是那个出身贫寒的小玉妓，还是那个嚣张跋扈的海归女博士，亦或是精于算计的老富豪，他们在这场财富游戏里斗来斗去，其实全都没逃出易经里讲的阴阳消长和因果规律。很多朋友看到这儿可能会叹口长气说，咱们都是没权没势的普通老百姓，既碰不到千亿大佬，也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机会，难道这辈子就只能是个劳碌命了吗？我跟大家讲，诸位千万别这么想，咱们普通人不需要去豪门里斗个你死我活，只要你懂得了易经的底层规律，把你的个人风水给调理顺了，你的财运家运一样能稳稳当当的好起来，甚至能旺上3代人。今天既然大家都坚持听到了最后，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直接送给大家3套最落地最实用，普通人今天听完马上就能照着练的风水修为聚财秘诀。你们听好了啊！第一套秘诀，管好你嘴巴的风水。我跟大家讲，很多人的穷其实就是自己那张嘴给念叨出来的。你在生活里是不是经常听到有人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哎呀，烦死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穷死了，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诸位，你以为你只是在发牢骚吗？大错特错。在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一种声波，是带有极强磁场能量的。你天天喊穷，天天喊倒霉，
宇宙的磁场接收到了你的信号，就会源源不断的把贫穷和倒霉的人和事全部吸引到你的身边来，这就叫言灵。所以从今天起，哪怕你兜里只有10块钱，你也绝对不能再说我穷死了。你要多说正能量的话，事情正在好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今天真有福气，你把嘴巴的风水养好了，好运气自然就愿意跟着你了，对不对？第二套秘诀，打通你家里的明堂风水。你去看看那些越过越穷的人家，推开门一看，玄关那里鞋子扔得乱七八糟，沙发上堆满了不穿的旧衣服，阳台上全是舍不得扔的破铜烂铁。这就叫财不入暗堂，福不临帐门。在风水学里，你家的大门就是气口，是财气进出的地方。你弄得像个垃圾堆一样，那叫晦气冲天。财神爷走到你家门口，一看这乌烟瘴气的，捂着鼻子就走了，哪还会给你送财？咱们改命的第一步实操，就是今天回家把你家大门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些3年都不穿一次的旧衣服，坏掉的电器，缺了口的碗，该扔就扔。这就是道家讲的破旧迎新，断舍离。你把家里的空间腾出来了，新鲜的富贵的旺气才能流进来，明白了吗？第3套秘诀，修好你情绪的风水。你回想一下咱们刚才讲的那个小鱼姬，他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是漂亮吗？是学历吗？都不是，是他极其可怕的定力和忍耐力，是地三千的智慧。现在的人啊，脾气太暴躁了，出门开车被人别了一下，恨不得下车跟人打一架。工作上受了点委屈，马上就在某社交软件的朋友圈里大倒苦水。这叫什么？这叫火气太旺，自损福报。真正有大福报的人，遇到事都是静的。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以后遇到烂人烂事，遇到别人挑衅你，你在心里默念3遍道法自然，不计较，不纠缠，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拿去提升自己，去赚钱，去陪伴家人。你的情绪稳了，你的磁场就大了一圈，那些小人小事根本就伤不到你分毫。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每天被某短视频平台上的各种碎片信息刷得脑子都乱。我今天就像个操心的老长辈、老保姆一样，在最后给你们啰嗦一遍，今天讲的这几个命理真相和改命秘诀，你一定要给我刻在骨子里，哪怕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呢。首先，这第一个命理真相，别天天做着虚无缥缈的豪门梦。你要记住，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老天爷给你的财富，一定要跟你的心性和智慧相匹配。如果你没有那个容纳财富的器皿，突然砸下来的几千万只会要了你的命。其次，第二个真相，遇到强敌和困境，千万别硬碰硬，要学易经里的地三千和坤卦，学会低头，学会不争，用厚德载物的底气去熬，笑到最后才是赢家。再者，这几个风水禁忌打死别犯。第一，别再抱怨了，管好你嘴巴的风水，把你嘴里那些烦死了、穷死了、倒霉透了，通通戒掉，别把自家的财神爷给骂跑了。第二，回家赶紧把那些破烂不穿的旧衣服，堆在门口的臭鞋子全扔，保持明堂宽敞明亮。我再强调一下，这些可不是我在这跟你们胡编乱造，这都是咱们古人几千年世世代代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是经受过无数人时间检验的宇宙规律。只要你照着做，你的磁场马上就能流转。
诸位要明白一个更深的道理，大家天天到处去求神拜佛，求大师看风水，其实这世间万物最好的风水根本不是什么金蝉貔貅，也不是挂个什么八卦镜，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的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就是你的修为。你心性一转，你的磁场就全变了，好运自然排着队来找你。今天你在这个视频里听懂了这些易经的智慧，听懂了为人处事的底层逻辑，千万不要只揣在自己兜里沾沾自喜。为什么？因为人是有因果福报的。你去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发到你的家族群里，尤其是那些正处在人生低谷，天天抱怨生活不公、迷茫痛苦的人，你以为你只是在分享一个普通的八卦或者知识吗？绝对不是，你这是在拉他们一把，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避开灾祸，改变他们未来的命运。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因为听了这番话突然顿悟了，改变了心性，那他就能影响他整个家族的运势，能让一个家庭从衰败走向兴旺。你的这一次小小的转发，可能就真的救了谁一生的命运，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幸福。这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为子孙后代积累的无量功德。种瓜得瓜，种善因得善果。你播撒出去的智慧，老天爷最后一定会化作天大的福报，加倍地还到你和你的家人身上。诸位啊，相识就是缘分。如果我今天苦口婆心讲的这些大白话，这些易经道理，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让你心里敞亮了，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咱们星途天机点个大大的赞，一定要点个关注。你的每一个点赞，每一次转发，每一条留言，都不仅仅是在支持我这个讲易经的普通人，更是你们在为自己和家人继父打卡，是在向宇宙宣告你要彻底改变命运的决心。大家不妨现在就在评论区留下你自己的感悟，或者直接打下顺风顺水，为家人祈福，破除霉运，迎接好运这几个字。咱们大家伙一起在这里用千万人的善意，形成一个最强大的无坚不摧的正向能量磁场。你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从今天开始坚持提升修为，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财运会不会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这漫长的一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祝大家福寿安康，咱们下期再见。